就在这个时候，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因为过度磨损，已经有许多线路中断。终于收到我订购的导电薄膜，一张要价插电，结果没有画面。我又弄到一台电话机，废话不多说，先来看看症状。萤幕非常的黑，但因为我正在录影，灯光比较强，所以还能看到文字。一般环境下会看得很吃力。看看角落这里，还没有变直的地方，这才是正常该有的颜色。那就拆开来，看看里面有什么惊喜。又是排线连着，跟上一台差别不大。萤幕、键盘、喇叭都连着，所以这一片全部拆下来，试试看怎么样比较好做事。这堆东西也要整理好、固定好，才能方便我专注的来处理萤幕。就当前目测来看，感觉它正面偏光膜还是好的，背后反光层确定已经变直，所以我决定直接来处理背后的部分。等我把背面偏光膜撕掉之后，再确认看看正面是不是可以保留不动。它的背后也是用泡棉胶来固定，我需要将它割开，才能把萤幕翻过来。用手边的刀片、美工刀之类的，沿着萤幕的背面把泡棉胶割开。要小心，不要伤到导电薄膜。我要处理背后偏光膜，但这样翻过来后，萤幕会碰到电路板上的针脚，可能就会划伤萤幕，所以我要设法隔开它。我可以拿废纸，折叠后增加厚度，盖住针脚，就可以避免萤幕被它划伤。贴胶带固定。这样就可以开始剥除偏光膜。从结果来看，只有反光层变直，正面看起来都正常。那这次的残胶看起来并不厚，我就直接用擦的。这边我补充一件事情，直到录影的当下，我都还认为背面偏光膜与反射层粘贴得很紧密，要单独撕下反射层并不容易，所以在影片里，我毫不考虑就直接将反射层与偏光膜一同撕掉。然而在上一支影片的留言当中，就有网友分享了他们的经验，说单独撕下反射层是可行的。我事后也尝试过了，确实没有想象中困难，所以在这里感谢这些网友的提醒。至于偏光膜要不要一并更换，我们还是依个案，看偏光膜本身的实际状态来决定。
但另外我也听说了，可能有少部分产品为了减少厚度或优化生产流程，它没有独立的反射层，它的金属光泽可能是镀上去的，或者与偏光膜热压在一起，等等之类的做法。这么一来，它在生产时就可以少一道贴膜工序。我们如果遇到这种产品，还试图撕掉反射层，那么很可能就会伤害到偏光膜。以上资讯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确认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最大的麻烦是我手边没有备料，家里也不会有替代品。如果不能把它接回去的话，萤幕就要作废了。现在擦是擦干净了，但这个问题才是最棘手的。我本来想立即尝试把它接回去，但是考量到，就算我现在把它弄好，然后接着贴偏光膜、贴铝箔，一番操作下它可能又会撑不住，所以我打算先弄偏光膜，还有铝箔，以上都完成后，最后再处理它。这次的状况跟过往不太一样，过去案例总是前后偏光膜同时更换，今天则是要保留正面偏光膜，只有背面需要重贴。所以测量偏光膜角度时，就必须把它翻过来，让背胶朝上，放在液晶面板的背后，就是让背胶朝向面板。我需要观察萤幕，同时旋转偏光膜，让萤幕看起来最透亮，透光度最大。像这样，这就是最适合的角度。我再继续试。来到第二个最透亮的角度，因为我只替换一张偏光膜，所以只有2个角度可以选择。这部分就简单带过，因为看过我过去影片的人，听我讲这些应该都听腻了。那我就以这样的角度来裁切偏光膜。照着它的形状剪下来。刚才是这样剪下来的，所以这面是保护膜。贴个贴纸做记号，表示这一面是保护膜。准备来贴背面的偏光膜，我已经尽量把它清理干净。这面是保护膜，背后是背胶，把胶带撕起来，背后角落粘一下。撕开离心膜，对齐角落就开始贴了。其实导电薄膜能不能接回去，我并没有把握，所以我现在贴偏光膜，最后也可能是白忙一场。我觉得贴的还不错，可能有气泡，但都非常小。如果刮得掉就刮，刮不掉也无所谓。这么小的气泡几乎无感。正当我还在思考要怎么把导电薄膜贴回去时，却发现它似乎是因为过度磨损，已经有许多线路中断。甚至在我尝试清除旧胶带的过程中，还让导电薄膜整个脱落。我本来准备死马当活马医的，但如今除了导电薄膜两侧受损的部位之外，剩下的长度已经不够，很难再被利用。事已至此，我只好立马下单，
订购这个被俗称为斑马纸的导电薄膜。那在等待到货的期间，我可以先做好准备，把连接导电薄膜的位置清理干净。这是另外一面，旧胶带的残胶太厚了，用刮的比较快。正面清得差不多，背面有一层保护膜，我还没撕掉。电路板这边也是有残留物，同样来把它清干净。这样应该就够了。等料件送来，把它连上去，就可以恢复它的功能。现在我来准备它背后的反射层，拿出上次用剩的封口铝箔，旧偏光膜还有粘性，我直接贴上去。照它的形状，把铝箔剪下来，然后把它整平。这就是加上反射层的效果。那接下来我就必须等导电薄膜寄过来，才能继续完成后续的工作。终于收到我订购的导电薄膜，我有使用网购平台的折扣和免运费，所以只花了50块钱。我还看到其他几乎一样的商品，一张要价300块钱，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要卖这么贵。我知道很多人留言都会说，这么便宜的东西根本不值得修。我能理解不同人会有不同的选择，但叫我把它丢掉再买新的，我会觉得很可惜。毕竟它只是坏了几片薄膜而已，其他零件都还能用。就好像衣服掉了扣子，我们可以想办法补上，而不是为此报废整件衣服。除非新的机种提供了我很需要的功能，并且那是旧机器做不到的，还是说我就是讨厌这台机器，看到它心情就很糟。否则只要是能力所及，我通常还是会选择修好继续使用，用越久越划算的概念。接着就要开始我第一次的尝试热压导电薄膜，因为我应该用不到几次，所以我并没有买它专用的热压工具，我将直接使用我的电烙铁。商家标示它的适合温度是250度 C， 然而我的电烙铁最低温度就超过300度了，所以不能直接使用，我还得再多做一些准备。先把导电薄膜裁出我要的长度，为了避免我操作烙铁时一经面板位移，那恐怕会引发很多问题，所以我要把面板固定住。使用的仍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——透明胶带。新导电薄膜的宽度其实是超出我的需求，所以也需要修剪。拿旧的来比对，
把线条对齐，就可以剪下所需的宽度。剪下来的这块我会留着，它还是有利用价值的。我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给它凸出来一点点，这将会用来跟液晶面板连接。它有一点点粘性，所以我保留离心纸，是不想让它粘到太多灰尘。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要让面板上的触点与导电薄膜对齐。虽然透过镜头，画面上已经隐约可以看见触点位置，但现实中我的观测角度、灯光位置都是影响我能否看清楚触点的重要因素。我试图利用手电筒打光，并凑近观察，希望可以对准。确定位置后，轻压几下，让它粘住。这还没完，因为它粘性很低，所以必须进行热压才行。我的烙铁温度太高，不能用烙铁直接去碰导电薄膜，那会把它烧坏掉。所以我打算垫纸张，减缓它的热传导。但是薄薄一张纸当然不够，我就对折几遍增加厚度。因为我是在家 DIY， 要在住家里找到可以降温又不会一下子烧坏掉的材料，纸张好像就是最适合的了。我打算用纸张垫着，然后烙铁在上面来回画几下。旁边就是先前贴好的偏光膜，我也要避免不小心去伤到它。我改成这样，让纸张延伸出来，帮助保护偏光膜。如此一来，就算烙铁不小心碰到，短时间内也不至于那么容易留下难看的痕迹。我同样用胶带将它固定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，谨慎一点比较好。我能想到的预防措施都有做了，重新整理一下，包含液晶面板用胶带固定，导电薄膜粘在液晶面板上，再用纸张压着，纸张也有胶带固定，这样就不太可能发生意外的错位。我的烙铁现在是设定在最低温度，差不多320度 C。在我进行热压的动作时，就要依靠纸张帮我降温。那旁边就是偏光膜，我也要尽量控制好烙铁，避免意外去碰到它。万事俱备，来尝试看看吧。看起来确实有达到热压的效果，也没有明显烧坏掉的感觉。那它粘得牢固吗？并不会轻易掉落。当然，我后续的操作还是要小心，就算它不会被扯掉，我也怕它磨损断线。接下来要将导电薄膜热压在电路板上，修剪一下离心纸。我要让导电薄膜另一边能够露出来，以便进行热压。仔细对齐，压一压，让它稍微粘住。同样利用纸张来帮它降温。开始进行热压。看起来是有效果，立马测试看看。
垫一张白纸，插电，结果没有画面，该不会要挂上电话？果然画面出来了，这就表示我的连接没有问题。接着来粘贴背后反光层和固定液晶面板，然后就可以整台组装了。别忘了撕掉保护膜。用透明胶带这个离心膜不要了，这是刚刚撕下的保护膜，我会剪一块一样的大小，用它来保护导电薄膜，因为我不希望它粘到一些脏东西。用透明保护膜去取代它原本的纸质离心膜。电路板上有白色框线，我要让液晶面板对齐框线。再来试一下有没有问题，还是好的。现在可以把纸张跟胶带都撕一撕。组装前，把握机会把金属接点清理过。Play dead,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, that you said? 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're doing, and my heart'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. 同样的，也把微动开关清一清。我找到一个材料，它刚好有个倒钩，我可以利用它把微动开关的卡榫撬开，借此打开上盖。拿掉上盖，这一颗微动开关跟上一台电话机不太一样，它长得跟滑鼠的微动开关有点像。拿个纸张，插入簧片与触点之间，让它夹着，然后摩擦摩擦。这样可以带走一些氧化物。我也可以沾一些润滑剂，用同样的方式进去摩擦，在带走脏污的同时，也让它沾上润滑剂。这里还有2个开关，用来控制音量，也很常会因为氧化而失效，就顺便喷点润滑剂。我会从边缘缝隙喷进去，然后持续拨动开关，促使油脂去沾上里面的金属接点，并磨掉氧化物。如果润滑剂喷太多，就把多余的擦掉。继续组装。
电话机放久了，使用时常常会有杂音，我就可以清洁电话接口，还有话筒接口，包括话筒尾端的接口。简单的做法就是，可以在接头上喷一点润滑剂，不用太多，让它在接口里面来回摩擦几次。摩擦之后，它两边都会比较干净一些，这样通常可以改善通话时杂音问题。侧边的接口也比较办理。喷油，把多余的擦掉，重复擦把几次，让金属互相摩擦。这些都是简单的基础保养。最终测试，液晶字幕清晰可见，这样就完成了电话机萤幕维修与基础保养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